警官。走。王学华，哎，今天找你来呢，是要和你谈谈昨天谈过的问题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什么意思？我昨天撒谎了，那2个晚上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有朋友来找过我。谁呀？一个女孩，叫芳芳。他找你干什么呢？就玩呗。玩什么？喝酒、聊天、上床。你叫芳芳？我是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微信摇出来的。5月5号晚上和5月27号晚上，你都在他家吗？是吧？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。这中间他有出去过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什么意思？我醒的时候他没出去过，那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。那你什么时候睡着的？我记不清了。姐，芳芳没说谎，5号、27号她都是晚上7、8点左右进的利民巷，第2天早上6、7点就走了。王学华为什么只在5号和27号晚上叫芳芳去他们家？5号晚上范玲玲被杀，27号晚上张勇被杀。隐藏在利民巷的凶手，必须要出门才能完成这2件事情。如果有人可以证明他没有出过门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你怀疑王学华？如果他是凶手，他昨天为什么不说芳芳的事？如果他昨天说了，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今天我们都不用叫他来的。说早了可信度不够，这样逼急了才说出来，更容易让人相信啊。高手，玩心理战。视频再多看2遍。哎，小谢。行，我马上来。这个茶都是我们每年自己去收的，来，你尝一下。谢谢。小谢，哎，韩姐，你看看这个，钟伟哥胃里发现的。我以前也碰到过，死者胃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像鞋垫、袜子之类的。
有那种变态凶手，他就喜欢在杀人前折磨对方。钟伟哥死于胸部刀伤，但是他的头部有钝器伤，胃里又有根钉子，所以我推测，他死前应该遭受了凶手的折磨。您这儿肯定卖斧子吧？啊，卖。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？这我得查查了。哎，钟警官找着了吗？你们给的照片一直在书柜上贴着呢，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。韩姐，韩姐，王队，哎，韩倩，王学华有重大作案嫌疑，这是在中卫胃里找到的。我在王学华的店里见过类似的螺丝钉。方队，韩姐，王学华可能给芳芳下过药。我查了利民巷的监控和芳芳的描述，我现在有理由怀疑她吃了大剂量的致幻迷药，能让人昏睡数小时，醒来以后还有呕吐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适反应。最关键的是，能让人短暂失忆。王学华让芳芳一觉不醒，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出来作案，而且有了不在场证明。王老板，王老板在吗？王老板，王老板。我跑了，你就跑不来了吗？
通知法医和技术部门。好，走。最后一个点就是误检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记住，疏散现场有关人员，做好保护措施。注意脚下，那边，小心！搭把手。黄队，我们也初步确定死者是自杀。等一下。尸检报告什么时候出来？我回去加紧做一个 DNA 配对，应该半天时间就行。厨房冰箱里的冰冻血液是范玲玲的，毛发是钟伟的。王学华就是利用这2样东西，在利民巷甲1号伪造了第1现场，造成了钟伟杀害范玲玲的假象，并故意制造与甲2号女裁缝的偶遇，让女裁缝对她身穿的钟伟的牛仔裤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进一步坐实了钟伟是杀人凶手。我们在2层阁楼的床板下面找到了一双43码男鞋。这比王学华其他的鞋都大了2码。经过比对，这双鞋的鞋印跟江平公路碎尸案现场以及利民巷甲1号现场所留下的鞋印是一致的，属于同一双鞋。我们还在鞋里面找到了一双9厘米的隐形增高鞋垫。以王学华1.76米的身高，如果穿上这双鞋的话，身高将达到1.85米，跟黑框眼镜老男人的身高相吻合。我们在五金店的抽屉里找到了2瓶没有标识的药瓶，经鉴定，里面的药片是含有致幻成分的违禁迷药，这一点和芳芳离开他店里时被下药的症状相印证。王学华在抛尸范玲玲和杀张勇那2晚都给芳芳下了药，利用这段时间外出作案，然后利用芳芳的不知情，给她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还有那间私自修建的地下室，墙面和地面都均检测出了强碱消洗液残留。整个地下室被打扫得很彻底，我们认为那里就是王学华杀人分尸的第1现场。地下室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自制的帆布袋，里面呢装了改装猎枪1把、改装发令枪1把、颗粒子弹呢50余发，以及呢王学华自杀所用的抹掉枪号的手枪1把。王学华才是真正的黑框眼镜老男人，碎尸连环案的真凶。好，同志们，现在整个案件基本都明朗了。以红刀 K 为首的这个犯罪集团呐，除了主犯陈斌外逃之外，其余我们掌握的案犯已全部到案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线索还有证据梳理出来，理清犯罪事实和作案动机。另外，这个主犯陈斌的潜在联系人，也就是他老婆董洁，需要做重点工作。
一旦陈斌与他联系，我们必须掌握情况，争取尽早将其抓获归案。是。散会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祝你们每个小朋友节日快乐，可以茁壮成长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，今天给你们带的蛋糕，每个人都有小礼物，让老师给你们发下去啊。毒枭？陈斌吗？这我真的没想到。天哪！我以为陈斌他只会和漂亮的女人谈谈情、说说爱。他跟你联系过吗？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跟我联系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对他的认知就是，他生命里边只有2件事儿：健身和玩女人。这个家他漠不关心。你们说他在做毒品生意，如果他要联系，可能是联系他身边的那些花花草草。不是我，他毕竟是匆忙逃走的，肯定会遗漏一些事情，需要联系你，找你帮忙什么的。我还真帮过他不少忙。每次当他有玩腻了、甩不掉的女人，都会来寻求我的帮助。不说这些了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他跟我联系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谢谢。你真的认为他是红桃 K 吗？他不是吗？我认为他不是。又玩牌呢？天天玩，天天算。那你懂扑克牌吗？当然。这张牌有什么特点？没什么特点。仔细看看，这个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？花色不一样啊。还有呢？国王的脸朝向不一样。还有呢？还有没了。红桃 K 没有8字胡。还真是。最早呢，这扑克牌是刻在木板上的。传说这个工匠啊，在雕刻红桃 K 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手滑，就把红桃 K 的8字胡给刮掉了。而且这个错误呢，沿用至今，所以红桃 K 就成了唯一一个没有8字胡的国王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么认真。你再仔细看看，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什么呀？别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我，还有什么不一样？红桃 K 是唯一一个把武器隐藏起来的国王，尖锐被隐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。姐，说，白小慧妈妈来警局有事找你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姚阿姨，你找我啊？林警官，我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刚才去看了建民，他跟我说，小慧去见他的时候，跟他说过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100万，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啊？你就别问了。
总之现在钱有了，而且我已经把那钱藏起来了。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一定要把那笔钱保护好。建民告诉我，小慧把钱藏在鸽子笼里，他让我保管好这笔钱，留着给亮亮治病。安宁官，就算建民主动跟你说的，行吗？亮亮没有妈了，以后还得指着他，你帮帮他，就算他戴罪立功，阿姨求你。找到了。
快递任务不能干了。为什么呀？孩子身体现在越来越差，我还是在家里好好照顾他吧。你干不了了，你老婆向我借的那些钱，你怎么还呀？我会想办法的。你得给我时间，要等我把这个房子卖了。现在卖房子可不是说卖就卖的。再说，你卖房子的钱可能还抵不上你老婆借我的钱呢。抵得上。不会是干警察的，被你发现了。是。你们在贩毒，这事儿我不能干。可你好像已经干了有段时间了吧？那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。说出去谁会相信啊？别忘了，我干过警察。你们这样的毒贩我抓过。你以前确实是个好警察，可现在你也确实在帮我们运毒啊。别把我逼急了，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，大不了就是个死。你怕死吗？我也不怕死，但是你会害怕，因为你有一个家庭，有老婆，有个可爱的女儿。你老婆向我借的钱，会换来你女儿的健康。你说你女儿将来长大了，想让自己这副健康的身体，是由她爸爸贩毒的钱换来的，她会怎么想？难过一辈子？之前我们家是拿过你的钱，我当时不知道。贩毒，我绝不能干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钱我会还的。以后不管我做什么，怎么做，我绝不会触犯法律，哪怕搭上我这条命。周雪曼，看在韩青的份上，收手。就算是我求你。你看看这个人，你认识？他在什么地方？他怎么了？啊？像图片看到的这样，他已经死了。杀了你！
你要是不继续帮我们，你老婆孩子和钟伟就是一个下场。我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聊聊了？刚才来了一个女警，问那个警察的事儿，倒是没怀疑我，就是来问一下情况。但是他们回去肯定要查监控，到时候就会发现昨天晚上那个男警察跟踪过我。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反正那个警察已经死了。那我该怎么做啊？好，知道了。这就是白晓慧偷拍陈平视频中被剪掉的那53秒。白晓慧和范玲玲用它来敲诈陈平，从而引发了506系列碎尸杀人案。这份视频也同时证实，钟伟是被他们残忍杀害的。但陈斌还不是团伙的首要分子。那我该怎么做啊？好，知道了。从陈斌的语气上可以听出，他这是在征求上级的指令。跟他通话的这个人，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。难道红桃 K 之上还有更隐秘的上线？红桃 K 不是陈斌。没有胡子的国王，锐气被掩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。红桃 K 是个女人。姐，我在王学华家神龛抽屉里找到的。某拉云安，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里面有一种世界上最高的树，叫望天树。1999年，18年前。看来这2张票根对他来讲很有意义啊。很好猜，对吧？女朋友？哼，我原来也留过跟初恋女友的电影票根。还有那地图？对，地图上面的 K 不是他自己，而是红桃 K。他在用这种埋尸方式向红桃 K 表示忠心，表示爱。所以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红桃 K。没错。看来得要去一趟蒙拉。我刚从侯局那儿回来，他让我去蒙拉摸摸情况。什么时候出发？2个小时以后。师娘，菲菲。菲菲，你怎么样？
菲菲，你好好休息，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。对不起，我和我妈无法面对你们，麻烦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了。就叫我望天吧。笑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叫一个树的名字啊？望天多好呀，能长到70、80米，谁都不能挡它的光。这样以后你听到望天就能想到我，就能想到我们在这儿的日子。那我就叫金环。金环是什么？金环蛇，这片林子里最毒的蛇。为什么要叫一条蛇的名字？守着望天树啊，谁来砍树，我就咬谁。姐，你来了。姐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最近太累了，方队让我们休息一天。姐，这能喝吗？当然。我给你拿杯子。案子破了？没破。五金店那个王学华不是被你们打死了吗？他死了，这案子不就破了吗？我们没有打死他，他是自杀的。我还记得送你上警校，
我真觉得那是我做过最英明的决定。韩晶，你是个好警察，你一定会破这个案子。你知道我脑子里现在都有一个画面，你站在那个台上，所有人为你鼓掌，接受了荣誉，向大家敬礼。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切失去了所有，你爸、你妈、你师傅，还有钟伟。要是能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，你说能吗？不能，他们都回不来了。姐，还有酒吗？我去拿。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。你在乎的不是那些荣誉，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钟伟，你师傅，也许还有我。我真的会死在你前面，你信吗？来，亲爱的妹妹，我最亲爱的妹妹。姐，我只有你了。是我害死了爸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回来那天，是我要爸在高速公路上停车，我就是不想他自己回来，所以你到医院的时候，我想跟你说实话，但是我不敢，我怕你恨我，我怕你不要我，因为我知道那时候爸爸得死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任性让你停车的，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爸，对不起，你快醒醒吧，以后我会跟姐姐好好相处的。爸，你醒醒呀，爸，爸。过去了那么多年，我们都已经老了，真相还重要吗？这么多年了，
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胸口，我都喘不过气来。我每次你在我面前忏悔，我都特别的内疚，我特别想跟你说真话，但是我不敢。每次你在坟前，你都会跟爸忏悔，你说是你害死了他们，是你害我没了爸妈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我错了，姐，真的错。你说的对，先是爸妈，然后再是师傅、政委，所有人，他们都离开我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对不起，姐。还有我。姐，你不要走，我就剩下你了。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姐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这个讨厌的妹妹太可怜了，比我还要可怜。至少我还有妈，虽然她疯疯癫癫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真的好想他们。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？忘掉所有的一切。你不是警察，我也不再是现在这个我。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就重新开始，重新生活，做一回姐妹，好好的，可不可以？所有都没有发生过。答应我吧。好。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就重新开始，重新生活，做一回姐妹。
姐，哎呦，你醒了？是不是我把你吵醒的？没有，我自己醒的。你先坐。不用，你坐。我记得你以前特别爱吃香菇。来，先把这个喝了。好久都没做饭了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想好了，咱们去大理吧。去大理干什么？昨晚不说好了吗？我们离开这儿，重新开始。我得再想想。我真认了警察的工作，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。我不像你，从小有魄力，会做生意。你那时候书都不念了，就跑去外地做生意了。对，我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。走之前我回过一次家，你还记得吗？回来了。听爸说你要出去打工啦？嗯。去哪儿啊？去荣都。哦，远吗？要坐1天1夜的火车。那挺远的，还回来吗？不回来了。那挺好的。我那时候真讨厌。可不是。你不是一个人去的吧？跟男朋友？没有男朋友，跟一个老乡。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是我妈一边老家的一个亲戚。我记得你去荣都之后，爸就经常在家里念叨，说你放着好好的书不念，怎么跑去外地做生意去了？那时候你还太小了，可能都没印象。我每次跟爸要学费的时候，爸都会跟阿姨大吵一架。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拖累。世界这么大，我完全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。所以我就跟着那个亲戚去了荣都，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。文哥，哎，有个郑老板要来取转货，你帮我把货款收了，把货给他。什么货呀？文哥，我干不了这个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习惯，时间长了也就好了。可是这是在害人。是，但是也能赚大钱。女孩子也可以靠自己创造一片天地，没有胡子也可以当国王。
他给了我人生的方向，带我长大。慢慢的，我就开始跟他学习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啊？卖建材。他教我如何与客户谈判周旋。很快我就能独当一面。之后生意越做越好，我们就在鸿门楼的建材市场开了一个门面，他让我过去管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建材市场。他说想去国外发展，就去了新加坡，让我跟他去，我没答应。我不想放弃手里的生意，所以他就一个人走了。要货找军敏吞，快快住！到了新加坡，他的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。后来，再听到他的消息，就是他从新加坡又去了北美，后来在那边去世了。啊？怎么了？癌症。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到了癌症晚期。他怕我们担心，一个人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。临终前，他嘱托我，以后他的人生路，我来替他走完。那你呢？你怎么会做起茶叶生意的？那时候确实没有想好干什么。我想，如果回来的话，又要从头开始。荣都我还比较熟，就待了一段时间。那边茶楼特别多，生意都好。我一落脚就开始打听市场，想找个地儿进货。我一直想证明，靠我自己，我照样能把生意做好。那边的人都爱喝茶，茶楼生意兴隆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就找了个茶楼，开始打工。之后跟老板混成了好朋友，他教了我很多开茶楼的经验。之后我就去了云安。云安？云安哪儿啊？富尔，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我刚听说云安有个叫勐拉的地方。那个死了的五金店老板王学华，好像跟那儿有点关系。我们正在查。姐，你刚说你去云安哪儿？富尔。富尔。富尔盛产古树红茶。我到了当地，看上一家茶农，跟他谈代理，他觉得我太小了，没经验，不肯给我。我在那儿就赖在他们家，收茶、炒茶，忙活了整整的一个茶季，他才答应把这个代理给我。阿文呢？被抓了，以后我来负责。有了他这个供货商，我就踏实了，我就回来了，开了现在这个茶楼，一点一点做到现在。太不容易了。干什么容易啊？你当警察也一样，付出了那么多代价。所以我们昨天说好的离开这个地方，重新开始，还算数吗？等我把这个案子彻底了结了，
等你消息。我叫韩青，市局刑侦支队的。照片上的人是你吗？妹子，你哪儿弄来的？边上的人呢？是你女朋友吗？怎么了？你对她有兴趣？她是我姐。你姐？跟我说说吧。你跟我姐是怎么回事？那都是陈芝麻烂谷的事儿了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？你跟我姐好过？啊，算是吧，但是没多久，鲜花不能老插在牛粪上，你说是吧？你那时候认识陈斌吗？认识，我们俩那会儿一块看场。这么说，我姐也认识陈斌了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你跟我姐分开，是因为陈斌吗？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问题，有没有她都得分。那就是有关系了。你说有就有吧。我姐是不是跟陈斌好过？陈斌追过她，但没成。为什么？你姐那人你还不知道，那么要强，她不可能看上我跟陈斌这样的小混混。跟我们处了没多久吧，她就颠了，后来也没再联系。好像是去外地学做生意去了。学做什么生意？那不知道。陈斌知道吗？不清楚，我从来不打听跟我没关系的事。你知道红桃 K 吗？谁呀？跟我有关系吗？陈斌啊，这是他在贩毒圈里的绰号啊。陈斌，他叫红桃 K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我冲他这个桃花命，这名字还挺配啊。红桃 K。来了。哎，来啦！阿姨在房间里。哎，姐。喂，你说。蒙巴州公安局98年抓获了一个叫唐文的泗水籍大毒枭，这人99年就被枪毙了。卷宗里提到他有一男一女2个跟他时间比较长的马仔，其中男的叫华子，就是王学华的华。只有一个名字吗？其他信息呢？其他没提啊，
卷宗里提到关于马仔的就这一句。不过听这边局里老同志说，唐文以前经常在勐拉、勐哈和景霍的一带边境活动。我现在准备过去查一下。你把唐文的相关资料发给我。我已经发你了。好，我先挂了。